经过2周停更后，《宝可梦旅途116集》内容终于更新。继丹帝暴打艾兰进行之后，第2组比赛开始了。丹帝下个对手将在阿杜和卡尤莱中诞生。比赛还未开打，编剧就给我们一个大惊喜，在全球观看直播训练家里有几个熟人。之前我还吐槽阿红自放送局之后就没消息的，这下他居然回归了，只不过是以观众身份，不知道他的实力怎么样了。接着回归的还有成都3人组，雷公传说剧场版里的主角团健太、玛丽娜和纯叶。其中纯叶在成都联盟还和小智对战过，结局是平手，现在可能实力也不差。这几个人显然是为成都官渡冠军阿杜加油的，而卡尤斯冠军卡尤莱也有自己的亲友团，那就是卡尤斯配角团提耶鲁洛、莎娜、多罗巴和强泰。这几人在卡尤斯联盟赛上表现惊艳。赛前阿杜和卡尤莱互相放了几句狠话，接着就开打了。阿杜第一只宝梦是快龙，卡尤莱这边是冰雪巨龙，冰系的冰雪巨龙4倍克制快龙。首发上是卡尤莱大占优势，但就算是掌握属性优势，卡尤莱也不急于攻击，让冰雪巨龙开光桥减免后续伤害。阿杜见属性不利，不但不换人，还让快龙使用效果不好，并且会硬直的破坏死光。结果破坏死光打在冰雪巨龙身上如同刮痧，快龙还因为破坏死光的副作用无法动弹，冰雪巨龙趁机一发暴风雪打过去。冰系技能对于快龙来说几乎是致命的，但是他强忍了下来。阿杜立马让快龙使用扑击，格鲁系招式同样4倍克制冰雪巨龙，一下子把冰雪巨龙打翻在地。只不过冰雪巨龙也没这么容易倒下，重新站立后面对又一次喜爱的扑击，不慌不忙展开了反射壁。这下卡尤莱这边有了绝对防御保证，阿杜还在嘻嘻哈哈，让快龙强行使用暴风突破光桥，而冰雪巨龙也用棉崩还原颜色。最终冰雪巨龙被暴风击败，但是他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光桥和反射壁还会保护队友好几个回合。反观阿杜虽然拿下一个人头，但是快龙状态却非常不健康。卡尤莱第2只是南瓜怪人，武藏一看到和自己的同款宝梦就兴奋的大叫。阿杜这边收回了快龙，派出了动画王牌暴龙，无法理解阿杜老回路，专挑被克制宝梦上去挨揍吗？卡尤莱让南瓜怪人一招万圣夜打在暴力龙身上，给他增加了一个幽灵属性，这意味着等会幽灵系技能的伤害就效果拔群了。阿杜却不管这些变化招式，一味的让暴龙进攻，但是水流尾在反射壁和南瓜怪人草属性靠近面前实在没啥效果。接着暴龙打算用龙之波动压制，南瓜怪人却抢先使用影子偷袭。之前说了，暴龙现在有幽灵属性，这招非常有效，只可惜影子偷袭没能打断暴龙施法，龙之波动还是击中南瓜怪人，好在有光桥的掩护，伤害并不致命。阿杜接这样的换血并无优势，总算是清醒一把，让暴龙使用属性克制的冰冻牙。万没想到卡尤莱又留了一手，南瓜怪人使用前灵奇袭直接躲掉冰冻牙，第2回合钻出来对着暴龙就重重一击，可笑阿杜王牌闪光暴龙就这么被戏耍一番后战败了。阿杜收回暴龙了之后，拿出了3头龙，准神3头龙2发恶之波动打倒南瓜怪人，看上去阿杜又赢了，但这一切全在卡尤莱计划之中。诚然3头龙能够压制南瓜怪人，但是阿杜显然已经忘了卡尤莱王牌宝梦的属性，卡尤莱的最后一只宝梦也就是王牌沙赖朵。卡尤莱直接让沙赖朵美嘎进化，速度提高后的美嘎沙赖朵面对3头龙也有了出手权，轻松化解了3头龙3重攻击和恶之波动后，一发月爆秒杀3头龙。阿杜最后一只是残血快龙，而美嘎沙赖朵一滴血都没掉。这场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但是阿杜怎么会轻易认输呢？他将快龙进行了极具化，可是快龙极具招式压根抵不过美雅沙赖朵月爆。极具化快龙为了抵挡沙赖朵的招式，居然用出了完全没有效果的极具浓情防御，可见阿杜已经被逼入了绝境了。3回合极具化转胜即逝，快龙仅使用1次极具攻击击中沙赖朵，而特防极高的美雅沙赖朵毫不在意，反而极具寒冰打出了雪天低温，让超强单薄的沙赖朵更加不适一些。阿杜仍想抵抗，让变回来的快龙使用破坏死光最后一波，然而沙赖朵直接朝着空中一跃，轻易的避开破坏死光后，在空中打出月爆，快龙再无战之力。卡尤莱打赢了阿杜，表面上打个2比3，实际上每只宝梦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难怪怪人看死王牌暴龙，冰雪巨龙就开墙压血线的炮灰，梅嘎沙赖朵最后的收割。这场比赛过后，下一场是爱丽丝对战竹南，小智在过道里给爱丽丝加油，爱丽丝很开心。而本集结尾，爱丽丝和竹南第一只宝梦也都亮相。爱丽丝的首发是龙头地鼠，竹南的首发是海兔兽。具体胜负结果就要留在下周揭晓了。